第一点。但是你知道吗？像这样的东西，我们找了我们本组最诚实的郑长，麻辣味，给我们一棵树。好甘蔗，好甘蔗，好甘蔗哈。哦，比较已经烤的差不多的哈，我们把它拿起来。你确定这是差不多？这没有烤过头吗？含鸡逼呢？他如果照我的方法，没有事，完全没有事，真的假的？这我就完全没有事。这就没有事了。林大哥，你原来是不是学结果的？以前在开刀房。难怪。这个管子被鱼乳咬破，为什么？连那个那么大的大头脸都被它咬了。进厨房就对了。外来种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外来种有的时候对我来说像是一个问号，有的时候它又像是一个惊叹号。就像是芒果，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外来种，而它经过了农改以后，它丰富了你我的味蕾。而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绿鬣蜥，它是外来种，它却造成了生态的浩劫。我们现在人在南投，我们这次要来看看外来种带来的到底是帮助，还是我们要来赶尽杀绝呢？走，来去看看。台湾是经过板块运动而形成的小岛，四周有海洋围绕。经过人类贸易通商之后，岛上的物种越来越丰富。不管是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它们都被称为外来种。近来，外来种危害台湾原生种的事件频频发生，让外来种这3个字被污名化。外来种真的都是危害生态吗？今天就让我们从南投出发，带你认识外来种。那个，你好。你现在是要去除草？我要除草啊，嘿。除草，我听说你们家宝果是用有机的方式栽种，所以你这边草都是你自己除啊？是啊，我们没有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哇，这么大片的农场，我们都自己除草。我们现在是要，你现在是要去除草？是啊开哪一边？那边，因为我们刚除到这边，哈。可以借我玩一下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借我玩一下，来试试看，试试看。没有开过这种除草车，我以前开的是那种，就是那个用那个叫什么？呸，用趴的那一种。滑动。蔡大哥的家宝果园面积高达12公顷，全部都用有机的方式栽种。这是做酵素起家，蔡大哥本着一份对健康的坚持。而家宝果原产地来自于南美洲，1962年引进台湾，因为适应土地能力强，果实甜美，开始在台湾推广种植。现在呢，就去看看家宝果的真面目吧。看有蜜蜂有没有？哇，好香哦！很香，真的很香。它花期大概1个礼拜到10天。哦，这个不会输桂花哦。对我刚才要讲说，它跟桂花的味道其实有点像。真正的最大的产季大概3月的时候，我们整个果园哈全部都开花哦，那个时候很壮观，而且蜜蜂嗡嗡嗡的叫。你开车经过我们刚刚那条路，你就可以闻得到，窗户摇下来就闻到这个味道了。它这个香味跟树葡萄比起来，桂花有一种浓香型，对，但它树葡萄这个味道就比较像清香，它很清爽的清香。哇，问一下，家宝果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它叫家宝果？是它的学名，对，它是来自巴西，台湾又叫做树葡萄，因为它长在树干上。很像葡萄而已，但是它不是一串一串，它属于干生植物，桃金娘科，就像那个芭乐，是跟芭乐同一科系的哦，所以它吃起来有一点芭乐的味道，释迦还有凤梨的味道，芭乐、释迦、凤哦，混合这么多种味道，对，很刚开花完它会谢花，对，谢花完它会长这个小绿果，比这个还小，它慢慢长大，那么这个就这个，然后慢慢变颜色转色。转到这个紫红色，然后慢慢就变成紫色，越来越深，然后越来越变黑色。黑色还不是很好吃，要它熟一点。真的吗？它熟成就是天气一热，你这个都没有撒药。
完全没有。现在这样可以直接吃？当然啦，但是不好吃。对，你先吃一颗。然后你先吃一颗。我先吃。哎呦，这么脆啊！非常脆。它没有籽。有籽，里面有大概2、3颗，但是现在味道不好吃，因为还没有熟。皮也很厚，对不对？又酸又涩，所以会吃的人他就是要等它熟，大概8、9分熟来才会最好。它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叫什么？酸甜苦辣辛，没有辣啦，就是酸涩辛啦，涩啦，有点酸甜苦涩辛。对。哎，真的都有哎，而且你可以一次满足。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不要。来呀，来嘛，我帮你摘一颗比较熟的，好不好？这个，这个已经算是最黑的喽，正则。整颗有。还可以啊，蛮甜的。然后这边我们要怎么来判断它是熟还是没熟？越黑它就是越熟，越熟。黑不一定代表全熟啊？什么意思？就是还要看它的软硬度。哦，对，有时候因为这棵树，你看有些是黑色的，有些紫红色，对，还有些还在开花。问一下哦，我记得你刚刚有说到一个说绿色的果吃，它是跟芭乐同科，是芭乐同科，你可以吃看看哦。可以哦，真的啊，你摘下来吃看看，是不是像芭乐这样的感觉？先吃一下啊，这样是真的不好吃。不会啦，就是像芭乐一样的口感。它也很浪费，因为它还没有完全熟啊。还好是你说的。但是你知道吗？像这样的东西，我们找本组最诚实的郑婶。郑婶，郑婶真的是我们里面最像汉子。麻辣味，真的假的？我可以再摘一次。吃啊，吃没问题。反正你这里有几公斤，好几千颗。所以我们这个每一年一棵树它能够，因为现在在讲那个排碳的问题，空气问题，所以我们一棵树。跟你说不好吃不过是一种体验呐。我现在有一种觉得自己是鸟就是难怪鸟会啄一啄就把它丢掉。哇，它这个哇，比刚刚吃的那个深色的那个整个所有的味道更明显。那个腥味就跑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腥味是在还没有熟成之前。哇，不好意思，刚刚打断你了。你说，我们这个园区啊，大概将近5000棵，大概一年可以100公吨的二氧化碳可以存放在地下。对。你看这多棒的一件事情！所以进来这个空气非常清新。来，怎么摘？好，来教我一下。我们摘的时候稍微扭转一下，转个1圈2圈，然后拔下来。它当地头没有破的时候，它还可以存放大概5到7天。地头一旦破了，它就3天它就。那它还会后熟吗？它会发酵，一下就发酵，而且它你看都是要人工去采摘的。呵，我来试试看怎么转哈。这个有这个哦。对，这轻轻一转就掉下来了。掉下来。那这样这个也是。如果熟的话，它其实只要一碰它就掉下来。真的哦。对，像这几个，好容易哦。对啊。蔡大哥当初会选择种植树葡萄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丰富的天然成分，例如花青素、维他命 C、膳食纤维等等，这些成分对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到这里，除了可以自己采果喝到酵素，还能自己做果酱哦。做果酱，它是怎么做？它的比例你是怎么做？它的比例是1公斤的水果，对，然后就是400克的砂糖，它可以保存多久？大概1个礼拜左右。1个礼拜把它吃完，弄到搅到多脆？这样子就可以了，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对，然后我们就倒入锅中，就给它开火了。倒进去了。倒进去了。直接开火。然后我们就要搅拌它，因为它会烧焦。不停的搅拌，所以它果酱，它这整个会煮到整个融化吗？它不会融化啦，它就是有胶质跑出来，然后它的果皮呢怎么办？它就是啊，它就是连果连那个籽都可以。真的哦。对，等一下你可以品尝看看，真的非常好吃。
这样差不多了吧？哎，差不多了，可是还没好。那我们就可以先用这个哈来做成果汁。哎，对，这个是树葡萄果汁。那这个其实要做到它完全可以食用，其实要花一段时间。对，要1个小时。试试看这样子。哎，不够了，再加一点点奶，够了，够了。感觉像是一个血腥玛丽。就1人1杯。好喝吗？哦，好喝哎！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喝嘞，而且我跟你讲，这个你还可以加气泡水，可以呀。你直接加气泡水下去会更好喝。对，然后颜色又很漂亮。哎，那我可以沾一点这个。可以沾一点。你看，我想要让它有，它这皮也就直接吃了。对，直接连皮这样子。对。好甘蔗，好甘蔗，哦。然后我们等一下把这个比较已经烤的差不多的哈，我们把它确定这是差不多，这没有烤过头，含鸡逼呢，对不对？台湾第一点，我就想小心烫。哦，要不要喝一口？哦。酸甜的，对，搭配饼干也是非常好吃。哎，还有面包，它的树皮、果皮跟我们刚才吃不太一样，刚果皮是很涩的，很涩，对不对？涩，对。这果皮现在吃起来有一点清酸的感觉，很像芒果青的感觉，不见。它果皮煮过了以后变好吃嘞。对，它的胶质的涩味都煮出来了。然后它的花青素啊，它的颜色那么鲜艳。然后你等一下吃一下那个它的籽，这味道我喜欢，它很像欧陆菜的感觉。它吃到那个树籽的时候啊，它是一个蔬菜的感觉，但它却是甜的，很妙。来灌果酱，灌果酱。小心小心。没有吃过树皮的时候啊，都会觉得树皮很深色。然后刚刚一吃过它这个果皮啊，就会觉得好好吃，我都很想把它多灌一点果皮，直接。哇，真的是叶的。而且呢，我还知道一个，就它现在最热的时候，你要这样盖起来，对，盖好了以后要反过来。真空。对不对？它会真空，真的。然后里面就不会有菌，它就可以保存比较久，对不对？对。然后不能碰到水。看来蔡大哥这12公顷外来种的嘉宝果，每年不只可以减少10万公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产出甜美的果实，让人们既可以鲜食配酵素在不同的料理上，还能增加食欲和味蕾的层次。有这么多好处的嘉宝果，那我只好用我的胃来消灭它喽。接下来要带大家去找的外来种，说真的，连我都不知道它竟然会是外来种。带大家来到埔里，就一定要找到我埔里最有知识的一个朋友，玉哥。玉哥，道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们这次要来了解甘蔗，就是一般人都不知道，甘蔗其实是外来种。甘蔗大部分都是外来种嘛，对。最早以前甘蔗出现在台湾是什么时候？荷兰时期。那时候，然后由老外带进来的。哦。我在之前我不知道甘蔗是外来种，我一直觉得甘蔗是台湾好像原来就有的，因为你在以前小学课本，你甚至在很多的油画上面，你都会看得到甘蔗。那好像它就是出现在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你从小就看到它，你从小也在吃它，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外来种。来，道哥小心。哇，玉哥。问一下玉哥，我们这样子，其实，我看到我们埔里这一边，这里的甘蔗都是属于像这个叫做红甘蔗。对，埔里的面积是全台湾最大的。哦，南部种比较多，应该是白甘蔗吧？对。我们等一下先来砍一些甘蔗回家，我们来做东西。好，葡萄拿好之后的底部砍下去了哈。那一般是这样把它松开，再这样它就起来了。哦，不困难哈。然后拉出来，因为它这个我拉给你看哈。好。拉出来，因为它这个
叶子会是倒刺的，最后手背的话会刺刺的。OK 然后这边再把它砍掉，这样就行了。好，哦，就这样子。好，厉害呢。我要不是因为外形受限，我就来务农了，好不好？这个不好赚的。来，这刀子给你。哎，甘蔗到底好不好种啊？这个1年多一收了。以现在这个部分来讲啊，是去年的农历9月的时候种的。对，所以到现在已经1年多2个月左右。所以1年只有1收而已。1年1收而已。哈，像我们种甘蔗，你看我们这个架子有没有？都还用那个铁管，然后架网子。对，就是怕台风。哦。那个台风只要一吹啊，甘蔗倒掉，它的品质就不好。因为甘蔗算浅根，对不对？对，浅根的。所以你看，其实浅根它只要你看，我们光用手这样，它就已经在动了，更不用说台风，台风一吹整片倒吧。对啊，整片倒。哦，所以我们用这个铁网子，也是我们埔里这边最多人用这种方式去种植的。甘蔗的种子，它是用种子吗？还是插根？像甘蔗啊，它旁边都有一个侧芽。对，侧芽。这个就是它的芽点，你只要有芽点的地方，放到插回土里面。那比如我们在这里把它取起来，好，这样这一段，它这里有芽点嘛，把它插回去。我们只要在土里面把它种下去，它之后会冒根出来。哦，懂了。如果那个一般这个就是直接这样种哈，会比较简单啦因为它本身没有种子。现在会让我好想好多东西，到底它是不是台湾的原生种？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是在这一道程序把关的，你必须把关的非常好。那当你在把关的时候，你可能会知道说，它到底对这片土地会不会危害到原来的原生种？好，豆哥，我们现在要来榨汁，然后要削。玉哥，它为什么这一节一节的还是很近呢？我以甘蔗榨汁来讲，这个就汁很多了。你如果要吃的话是这种，吃的话就像这种节比较长的，甚至还有更长的嘛。对。削的时候你要刀很利，你知道吗？手要小心哦。这甘蔗很脆哈。有没有人想试试看削甘蔗的？真的很好玩，很好玩。小梦你来。哎呦！开玩笑。哇，果然男朋友是英国人哎。老公。老公是英国人哎。老公跟英国。对，外来种。呵，玉哥，好，我们讲榨汁是。有喽。好疗愈啊！喷汁，哇！现在好像也很少看到这样卖甘蔗。现在比较多利基本刚够。来埔里，只要沿着那个省道台14线沿路榨甘蔗汁，不管是冰的或热的或烤甘蔗，对，新鲜的甘蔗都有。这个是有加冰块的新鲜甘蔗汁。哦，好。先榨，来干了，这都不了。哇！我为什么最近常常用清爽2个字啊？我只要来到了埔里南投，我最近吃到的东西跟闻到的香味都是清爽的。烤甘蔗哈。放火大一点的地方烤。是。哇！小心哦。好。我印象中这不用烤很久，对不对？不用，但是也要有一些时间。要它旁边会冒泡。对，要让它旁边会冒泡。小时候啊，家里都有灶嘛，像我们这个在埔里的乡下哈，如果有感冒喉咙不舒服，那老一辈的就会把甘蔗就直接把它塞到灶里面，然后烤一烤就消毒掉了。然后就解决我们喉咙不舒服。原来是，因为我相信也是因为它温度，然后再加上糖，有点润喉。对。然后我们等一下把这个比较已经烤的差不多的话，我们把它拿起来。你确定这是差不多？这没有烤过头吗？没有，这样子是比较香的。很厉害呢！有没有看到我的剑气？有。这个热的甘蔗跟冷的，它更难削，难度更高。你看我。热哈啦，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爷爷在讲的时候，他也会让它稍微凉一点。
不要笑，郑爽。没有来，不用了，来，赶快。咬一口啦，快点啊！这个很软。来，我来。用卫生纸包一下，咬下去要注意啊。你是不是也开始丢了？是不是？有没有番薯的味道？含鸡逼呢？是，对不对？有点番薯的味道，但是很奇怪，你就算是烤过的，你不是用直接啃的，你榨成汁还没有这个味道，一定要直接啃，你才会啃得到那个番薯跟田地里那种泥土啊、草啊那种香味，泥土香味才会有哎，是啊，很怪，为什么直接？我们试试看，把甘蔗物尽其用的熏。你干嘛要那用鬼？妈，搞不好要变成我们新产品了。不是啊，那搞不好失败怎么办？失败，我们再请妈妈把它处理好。妈妈专门在改良的。好，甘蔗给它下去好了。你觉得这样熏够不够？应该够了吧？够了。那你糖要现在放吗？还是糖等下再放？够了。你要现在放？你确定的？不会焦？你确定哦？真的有。好。放一放。反正口味是我们两个在说，他们又听不到。是。好，那鸡肉可以。鸡肉来，哇，特别准备了这个，这个有肥呢。这两只烘啊，腿肉。然后我们这个腌的前半段呢，哈，有用那个甘蔗酒。哦，你前面先用甘蔗酒腌过了。腌过啊，然后跟那些葱啊、胡椒啊、姜、新香料。新香料先简单腌过，然后有穿烫过。所以我就负责熏的部分。对，火很大哦。你放好，我来看看。瞬间下去了。哎呀，好，你看现在开始就在冒烟了，很快，后面呀。好，等它吧，等它一下。哦，来了，玉哥。好，不要。哇，这也塞，哇，水呢？可以哦。你看这个水上成这样，哇，好香哦，这一块更香。哦，好香。真的是满满的甘蔗味。这都你都去骨去好了吧？都没有苦。哇，哇，粉嫩，哇，这个好。小妹，你拿一个切面包的刀子给我，麻烦你看这个肉质，看这个肉质，看这个肉质。尝尝看，你要哪一块？啊？你会不会夹到我想要的那块？我已经想好，还是我会不会夹到你要的那一块？试试看，确定默契。好，1、2、3。肉质很鲜美，但是缺点就是刺太多。他如果照我的方法，没有刺，完全没有刺。真的假的？这我就完全没有，这就没有刺了。林大哥，你原来是不是学解剖学？以前在开刀房。难怪。待完第1点。1、2、3。哎呦，不同的不同。因为我为什么我挑多汁的？对，我挑带汁跟带皮。可以的，看这个。这一块哈，在我觉得它是最完美，因为有肉，有皮，然后又有看焦香的焦的这样。哦，我汁比较快。有有这个甘蔗酒的味道，然后也有这个甘蔗榨之后的那个甘蔗渣，蔗香味是。哦，又是那2个字，清爽。因为我觉得如果再多一点，它就过了，它的那个烟熏味就会很浓。但现在你可以吃得到有甘蔗酒，蔗糖，红糖，
还有木头的味道，就这种感觉，哇，这感觉非常好哎，哇，很舒服，很舒服。来，这杯，可以，是不是跟我形容的一样？是不是清爽？是不是清爽？对吧？它不是那么浓郁，然后让你烟熏到觉得哇，它是个什么鲨鱼烟，不是那种。但这个熏出来的感觉呢，它有一点点轻松感，它给你是一种很轻盈的感觉。哇！光吃这道甘蔗熏鸡怎么能过瘾呢？来到玉哥家，最不能错过的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整桌佳肴，从烧酒鸡汤、卤大肠、甘蔗笋，满满一桌有玄机的料理，吃了再告诉你。哇，玉哥，是这个是利用下面类煮，这就是用咱的甘蔗酒，哦，甘蔗酒。哎，等一下，我们听到说你有在酿那个叫做兰姆酒。甘蔗酒哈，如果在国外啊哈，它其实本名就叫兰姆酒。兰姆酒，对，rum，因为兰姆酒在外面就是用做甘蔗剩下来的糖蜜去发酵做成的酒。那我们为了要跟人家区隔，说我们是用新鲜红甘蔗的汁哈去做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才没有名字，才没有直接叫成是台湾兰姆酒。兰姆，所以我们就是用我们普里红甘蔗做的甘蔗酒，然后加到汤里面，对，而且这个汤是全酒。哦，有辣，它是有度数的酒，但是它不呛，而且哈，我跟你讲哦，用我们甘蔗酒去煮的麻油鸡酒啊，它的肉质啊特别嫩，嫩哦，很嫩。莱姆酒，但我在脑子有想到一个事情，以前我们不是有看一些小说上面有写，他们喝的 rum，其实是就是甘蔗酒，就是甘蔗酒。那一般甘蔗酒，我们讲的兰姆酒啊，对，它有分两种，对，一种就是像我们这个直接蒸馏好的，它是透明，那另外一种。像我们看那个金银岛那个，对，或者是航海王，那不是橡木桶吗？对啊。那你把这个甘蔗酒再把它放到橡木桶里面，它出来就是会有橡木桶的颜色，这个就是深色的。我怎么感觉今天来到你这边不是弄甘蔗，我在品酒呢？这个是原酒，原酒，不会。整个人都暖起来了，很荒野跟很怎么讲，好像在暴风雨之中的感觉。因为然后你在暴风雨之中来个一杯，你就整个好酷哦。那你还有什么东西是入菜的？刚刚我们在那个甘蔗田里面砍的甘蔗笋，一般我们在吃哦，甘蔗笋要好吃啊哈，第一个一定要新鲜的，第二个就是说甘蔗笋买来，它要穿烫过之后再来煮，它就不会有杂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甘蔗头跟甘蔗酒去卤的大肠，甘蔗头最甜的地方，哇，它完全不腻口，完全不腻淡的，因为甘蔗它会提味，但是它有一个甜品的那个焦糖味道，哦，好厉害啊！哎，其实，在以前的时代，真的一根甘蔗可以做很多事，哎，是啊。真的没想到，所以如果说好好的妥善利用，而不是随便放生的话，其实外来种也蛮有趣的。哦，玉哥，谢谢，我就知道啊，朋友交多还是有用。下来湖里就来找你就对。就这样消灭了一桌外来种，带着极为满足的心情前往风景优美的日月潭。看到沁蓝的湖水，顿时让人心旷神怡。再次造访日月潭，平静的湖面一如往常，殊不知湖面下却正在上演着一场外来种的掠食风暴。对于日月潭里面有的鱼，你知道哪些？有旗鲤鱼、须鳐鱼、大头鲢，但是现在里面好像还多了一些凶猛的东西。而且听说，它不是原来日月潭就有的哦。我们来去看看。我们来试试看，在日月潭里能钓到什么鱼。这里面呢有须鳐鱼，有红魔鬼，有大头鲢，有鱼虎，还有旗鲤鱼。我们到底能钓到哪一种？
我也不知道哎，我看以我的运气，该不会是大哥你来钓了？我负责帮你撒 A 撒就好了啦。不用。你确定？这样会钓到吗？不会。哦，好像有哎，刚是在吃吗？还是我的饵已经掉了？吓人呐，还在啦。在一个山明水秀、日月湖畔，我们居然钓不到任何一尾鱼。我想不是鱼的问题，是我本人的问题。我钓鱼的运气怎么那么糟啊？我们现在是用钓的，真的没有办法看到里面的任何原生种跟外来种。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林大哥，这就是咱讲的什么总统鱼？总统鱼。为什么叫总统鱼？日月潭。那以前老总统喜欢吃的鱼。懂了。所以我们当地的人要称这一种鱼就是总统鱼。其实它的真正的鱼名叫做曲腰鱼。曲腰鱼。它是哪里？它是弯的。它这个地方有一个角度。哪里？在头部、在颈部的地方有。扣扣安内嘛，对吧？那叫曲腰鱼。你说它的唯一缺点是什么？肉质很鲜美，但是对，缺点就是吃太多。真的怎么吃？如果照我的方法，没有吃，完全没有吃。真的假的？照你的方法会完全没有吃？我叫吃滑，把它垫高一点。因为它腰是弯的，所以把它腰垫起来。不是曲腰，它腰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开玩笑。这个肚子的部位只有肋骨是往下的，对，大的刺先把它拿掉，对。在汤匙两边它肋骨是往下的，对，所以我们在汤匙两边肋骨跟肋骨之间先把它剥开。一次留在鱼身上，对，然后这个就完全，这完全没事，来，确定？要试看看。好，放盘子好。谢谢。哎呦，对，我们在补网，这个网子被鱼虎咬破。被什么？鱼虎，连那么大的大头鲢都被它咬了。这上面快正下方，正下方，这。待完第一点，完全没事，真的呢。哎呦，你看，果然吃东西还是要老饕。哇，不错吃好吃。那我们一般来说，它的刺，你说都长在哪边的刺是最多的？背上、身体、背部跟尾部它的刺是横向。是横的，就前后的，但是它有一个特性，每一根刺都会超过3公分。所以曲腰鱼的身体它是这样，头在这边，尾在这边，它的身体是这样，对不对？它上半部的刺是这样长，是这样长，都一只。对，但是它肋骨是这样长。好妙！它的设计是怎样？这么妙？那它的肋骨如果往这样长，它自己这边游的时候不就被刺到？它的背上呢？不好笑。先用筷子刺一个前后2公分的块。那它每一根刺都超过3公分。超过3公分，然后横向长。所以你用筷子从一边从下面把它挑起来。挑起来，那把它折90度把它拿起来。那刺还在上面呢？在鱼肉上前面或后面，因为它每一根刺都超过3公分你看得到的刺用手拉很好拉。这一拉就两边都把它拉完，这我就完全没有，这就没有刺了。这个没有刺，你们要试看看。好，我觉得好厉害哦，跟你一起吃曲腰鱼，好像在研究曲腰鱼我现在完全知道它身体的骨骼是怎么长的。说实在，你如果知道它骨骼怎么长，你就怎么知道怎么下手。这就是曲腰鱼。还要注意就最上面的背鳍，有一排1公分的刺。
1如果公分。不小心就会被1公分被刺过，被刺到。林大哥先把它，你原来是不是学解剖学的？哦，没有，你怎么都会知道啊？你自己有出力哦。我以前在开刀房。难怪他讲的方式好像是一个医学的角度哎，难怪你都会知道。那边有几公分，这边有几公分，而且用算数的，你知道吗？如果它是一个3公分的刺，那我就在3公分中间截2公分，所以这2公分拿起来，它前后有3公分露出来，抽开来中间就是完全没有刺，厉害了吧？太强了。然后我听说你们这里的水果餐是很强，哦，远近驰名。林大哥的民宿餐厅里，远近驰名的水果餐，依照季节变化，搭配着当季的水果，滋味当然不在话下。国外进口的原木屋里是餐厅兼民宿，欧洲风格的摆设，要不是还有重要的任务在身，真的很想继续再喝个下午茶。林大哥说附近有个渔民在做原生鱼种的复育，但渔场里却一直受到外来种的侵害，让他损失惨重。一起去看看吧。蔡大哥，哎，你好，好久不见。问一下，那我们现在在干嘛？要补网子哦？对，我们在补网子，因为这个网子被鱼虎咬破。被什么？鱼虎。对啊，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补。我弄给你看。哦，这是鱼虎咬的。对。台湾第一点，这是鱼虎咬的。对，然后鱼虎就从这里进出，鱼虎很聪明。鱼虎，他自己知道开了一个门，然后自己在那边进出，对，然后就等于进厨房就对了。对，然后你看鱼都被咬那么多，死掉了。赖大哥，我请教一个问题哦，鱼虎到底是小盾鲤还是泰国鲤？小盾鲤是小盾鲤。对，那泰国鲤呢？泰国鲤又是另外一种，它是刺比那个小盾鲤在不那么凶猛，它也会追鱼，但是它的凶猛程度没有小盾鲤那么强。哦，所以现在进出了这个是小盾鲤。对，小盾鲤。哦，那但是你现在有看到它吗？你看这边，我现在就是在找啊，在找。这里面都有尸体耶。我现在拿就是要用2层网，它不会让它跑掉。用2层网。对。虽然说曲腰鱼也是肉食性的鱼类，却远不及鱼虎的凶猛。近几年，鱼虎在日月潭里快速的繁衍，让日月潭里面的原生鱼种死伤惨重。所以赖大哥决定加装一层渔网来防止鱼虎的危害。随着鱼群接近水面，也要仔细看看杀鱼凶手是不是还躲在这鱼群里面，好来一网打尽，为民除害。这里面都是被鱼虎，连那个那么大的大头鲢都被它咬了。大头鲢，这里面有多少鱼种？像这个大只的这种，这种是有大一点的，有白色那个是大头鲢。大头鲢，黑色这种也是大头鲢，然后有曲腰，然后还有小一点，那是旗鲤鱼。这是都在这里面让它复育的。这边是它曲腰跟大头鲢跟旗鲤鱼是日月潭的原生种吗？旗鲤鱼才是，其实曲腰可能也是啦，但这个比较难那个啊。你像大头鲢、草鱼都是外来种。那当初是怎么放进来的？为什么？这个应该是在清朝的时候就从大陆引进。哦，他们放进来放到日月潭里是为了什么？因为可能就放到它是经济鱼种啊，经济鱼种。对，就是可以供人食用。哦，懂了。所以像现在，但是你现在你分得出来哪些是分得出来吗？看不到，我们等一下要拉整个鱼捞走之后才看，因为我刚刚看那里有黑黑的，它好像是的，躲在那里。你说在那区黑黑那一区，对，拉过去了。对，满的鱼，它跳出去啊！裂开，只会。而且我发现奇怪哦，你看这个大哥，那个鱼尸体给我一下，抽哦。
哦，很臭。对放在超臭的这个没关系，放在这里看，你看。哦，超臭的啦。哎 ，Oh my god 的，它都只吃尾巴哎。它吃它的尾巴，因为它从后面追逐啊，对所以只吃掉它的尾巴。它其他部分不吃哎。对呀、然后这一只就是吃的比较多，然后对。哎，它实在很浪费哈，它都只吃尾巴，然后咬一口就不吃了。你看，就对咬一口也没吃到，对，就咬一口。它真正好吃的部分它都没吃到，鱼背啊、对鱼肚啊、哎鱼头它都没吃到。对呀、哎，好，嘿好，这就是拍款，就放这里，放这边，我来去捞鱼。好来，我捞不到大的哎。哇，好啦，可以，哎，玩家用啦，你先去这里。快点！这下面快正下方这里正下方这里，然后各位不知道在哪里？那里对，来吧，你有捞到吗？没有，刚这样子就都没有呢，里面是没看到哎，没看到了，哇，确定都跑出去了。你看，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它可以自由进出哎。对呀，哎，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防不胜防哎。对，防不胜防啊，因为所以它的繁殖速度有多快？其实这一场是今年确定才有看到它从鱼球到现在的大概10几公分了。哦，所以现在它每一窝大多的1000出头尾，少的300-500尾。所以这一次那个南投县政府跟那个清大那个曾教授他们也来利用方法来抓他们。什么方法？这个是我们一般人不可以做，他们有申请用电的。他们因为他们要做。很多人问说啊，你电你会电到其他的鱼？放心，因为有鱼虎鱼球的地方，其他的鱼也不会来，离好几10公尺，怎么电也不会电到其他的。哦，懂了。那没有什么生态防治的方法吗？有用鲈鳗。鲈鳗因为比较凶，原生种的鲈鳗去抑制它了，去抑制它的小鱼，但变成是生态平衡。哦，那你说生态防治法里面来说，你用鲈鳗会去找到它们的巢，鲈鳗会去吃小鱼，因为比较强。哦，那我们可以，你也有养鲈鳗吗？我有放了几只，我在试验的，我们在那边，我等一下会带你们去看一下。好啊，我们等一下来去看鲈鳗。这边也是有鱼哎。对，这里有鱼，这里有一些少量的去要鱼几只，然后还有鲈鳗在哪里？要拉起来，你就看得到了。它这样里面有几只鲈鳗？大概10几20只，因为这不能太多。但是鱼虎就不会进来吃鲈鳗呢，哈。哦，鱼虎如果小孩子会被鲈鳗吃掉啊。那大了呢？大的，应该吃不下去吧。鲈鳗比较凶就对了。对。所以人家说大尾鲈鳗是那样。哎呦，在里面有吧？在下面，你有看到了，蛮多的哎，10几20只也不多。那你这个养完了以后是要把它放回去的是吗？对，大一点的时候再放到日月潭里面去，放到里面去，然后让它去吃其他的鱼虎。对，让它去吃鱼虎。然后我们如果有抓到鱼虎的话，就把它丢进来这池里面，让它吃啊。哇，鲈鳗的喂食是喂鱼虎哎，这是不做饲料了，但是抓天然的那个鱼虎。你看上来，它在呼吸了。对，现在它吃的都是比较小的鱼，对，像小的奇力鱼啊、红魔鬼、珍珠石斑之类的，对。然后像这个曲腰鱼小的，它也不吃，因为它有的速度比较快。对啊，它追不到。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也很难。你说鱼虎为什么会现在这么多？就是你也找不到它，然后它又够聪明，它又会逃走。对呀，它又有办法进来。对呀，它那么聪明。哇，所以对你们也很困扰。是困扰的，但是你也只能跟它和平相处。就是放养这种放置这种鲈鳗，让它做生物防治，
对，生态平衡就好了。你已经除不掉它，对，绝对除不掉它，你只能让它生态平衡，不要过多，其他你就会死。它如果能够控制在一定的数量就 OK。其实外来种有时候对我来讲，它不一定是贬义词，但它也不一定是褒义词，只是看你怎么样去利用它。对，但是为什么时候外来种变成了一个贬义词？那这个其实是不是一个外来种它可以承担这个贬义词？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台湾第一的，开启小铃铛哦。